武安侯临死前平退左右，只留了心腹在身边听遗嘱。我立于窗下，听得里面那孱弱的声音。我死后，将我葬在兄嫂墓旁，兄长的墓只是衣冠冢，我葬在哪，也好了却我对月娘这些年的相思意。我如五雷轰顶，月娘是顾其安的大嫂，自5年前病死之后，顾其安便已一病不起，竟是这般缘由。屋内顾其安声音愈发微弱，月娘，若有来世，定要让我先娶你，可好？我一阵心痛，原来这些年的夫妻恩爱，统统都是假的。我急血攻心，吐血而亡。睁开眼，我重生了。这一次，我成全他们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外面电闪雷鸣，可在我耳中，再大的轰鸣都敌不过顾其安临死前的那句深情告白。几十年的相濡以沫，居然都是假的。原来他心里念着想着的，竟是他在这侯府里寡居数十载的嫂嫂。外人皆道我们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，真是一场天大的笑话啊！我只觉头晕目眩，双腿发软，再也支撑不住身体，一口鲜血喷洒在廊边，嫣红的血迹在雨中迅速蔓延。不好了，老夫人吐血了，来人啊！不好了，侯爷宾天了！不好了，老夫人悲伤过度，跟着侯爷去了。丫鬟的惊呼声划破夜空。一夜之间，武安侯府陷入一片死寂与哀伤。夫人，你快醒醒！丫鬟云儿焦急着摇醒我。我缓缓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，意识有些恍惚。看着云儿年轻娇美的面容，我瞬间醒悟过来，我重生了。云儿见我愣着，急得冒汗。夫人，侯爷从江南回来了，还带了大夫人回来。大夫人，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张温婉柔弱的面容。是了，顾其安从江南办差归来，带回了大嫂林如月。武安侯府的天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的。帮我梳妆。我坐起身，神色平静，心中却已做好了准备。是，一定帮夫人打扮得比大夫人漂亮。云儿气势十足。我轻轻一笑，心中却明白，再漂亮又有何用？在顾其安的眼里，唯有林如月才是那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其他女子不过是庸脂俗粉，不值一提。我刚到大厅门外，便听到里面传来老夫人爽朗的笑声。好，好，回来才好。齐峰走了以后，我们一直想接你回来。你又在江南养病，这下好了，你回家，我也安心。一个娇弱的声音响起，多谢母亲挂念，如今月儿身子好多了，也可以回来侍奉母亲。我的夫君武安侯顾其安的声音温柔而低沉。母亲让月娘坐下说话，刚回来她身子怎么受得了这么一直站着？那声音中的温柔与关切，是我与她成亲几十年来从未听过的。我微微垂眸，嘴角浮起一抹自嘲的笑意。不过都已无关紧要了，重生一世，我定要为自己好好活一场。这一次，我决然成全他们。我迈步入内，屋内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我。顾其安见状，忙放下扶着月娘的手，看向我的神色却是淡淡的。林如月则娇娇地站了起来，轻声唤道：弟妹。那弱不禁风的模样，让一旁的顾其安看着目不转睛。果真是若要俏，一身笑。林如月身着一袭素白罗裙，这般清新脱俗的装扮，足以让顾其安心动难安。我笑着说：嫂嫂回来了，夫君也不提前打声招呼，我们也好提前预备起来。一声嫂嫂让顾其安脸色微微一变，却很快掩饰过去。他看着我，语气平淡：夫人操持家务辛苦，月娘跟我一起回来，都是一家人，倒也不必客气，只是月娘住的院子也该早些收拾出来。我掩嘴轻笑，语气温婉，却暗藏锋芒，知道夫君和哥哥嫂嫂感情好，但是瓜田李下，夫君也该注意些称呼才是，要称嫂嫂。你要在外面让人听见你叫嫂嫂归名，你倒不怕，你让嫂嫂怎么见人呢？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她松开月娘的手，看向顾其安，语气带着几分威严。婉儿说的极是，其安，你也要注意些，月娘毕竟是你长嫂。顾其安微微一怔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但还是恭敬地应了母亲。娘，我知道，不过我和月娘自小一块长大，叫习惯了。见母亲脸色缓和，我适时地岔开话题。
兄长与嫂嫂的院子天天都有人清扫，嫂嫂要不要先去歇息一下？清风院原是顾其安的兄长顾其峰和林如月的居所。顾其峰因病离世后，林如月便回了江南娘家养病。这一去便是2年，在这2年间，但凡朝廷有江南的差事，顾其安都会抢着去。2年往返江南3、4次，每次皆逗留数月之久，在江南的日子竟比在侯府还多。清风院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林如月一踏入院子便红了眼睛，用手帕抹着眼泪，瞧着尽显楚楚可怜之态。他的丫鬟见状，不满地低声嘟囔道：“明知我们夫人会触景伤情，还故意保持原来的样子，这不是故意让我们夫人伤心吗？”声音虽不大，却让众人都听了个清楚明白。林如月连忙呵斥道：“不可如此无礼，二夫人打理侯府已经够辛苦了，这院子本来就是我原来住的样子，二夫人想不到这些也是有的。”顾其安脸色一沉，目光冷冷地看着我：“你知月娘向来身子弱，这屋子里也没有叫人把炭先烧起来，让屋子暖和起来。”林如月看着我，急忙劝慰道：“弟妹不是故意的，只怪我自己身子弱。”顾其安转头，直接吩咐下人去开库房，将我去年秋天猎的狐狸皮和白狐裘拿出来给大夫人做围领和披风。地上也该铺一些才是，地笼一定要暖，屋里要用银丝炭，那个烧着没有灰，免得熏得屋里呛。他言语之间的关心，细微的连我这个当家主母都自愧不如。而我因忙着出来迎接他，连厚披风都未来得及披上，此刻浑身发冷。可他自进府以来，却未曾过问我一句，满心满眼皆是林如月的安危冷暖。我退后一步，神色平静，淡淡的说道：“还不快去把库房里皇上赏侯爷的玉器，那个雕花的屏风，还有那个古画、古籍、孤本，摆来大夫人院子里。大夫人身子弱，在屋里也可以把玩解闷。侯爷，这样安排你可满意？如果不满意，我开了我的嫁妆库房，侯爷和嫂子觉得哪样好，搬过来便是。”林如月忙打断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都是齐安太着急了，怕我病了，母亲怪他呢。齐安，你回来这么久，也该回院子换件衣服，休息片刻，和弟妹有大半年未见，快回去吧。”顾齐安这才像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犹豫片刻后说道：“那我们先回院子了，月娘你好好休息。”我捂着嘴打趣：“侯爷真是，虽然你和嫂嫂从小青梅竹马，可是她好歹也是你的嫂嫂，母亲都说了要避嫌，你怎么还用闺名来唤她，让别人知道，你让嫂嫂如何自处？”我的话让林如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虚弱地捂着胸口。我有些头晕，就不送弟妹和二弟了。说完，便在丫鬟的搀扶下缓缓进屋去了。顾其安和我回到梧桐院，他轻咳一声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：“婉儿，这是江南的绣娘绣的帕子，想着你喜欢绣品，给你买了几块。”我看着锦盒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上一世，他给林如月从江南带回无数珍宝，却只给我带回这几条手帕。那时的我还将其视若珍宝，小心翼翼地收藏着。如今想来，他的偏心竟是如此明显，连我身边的丫鬟都为此愤愤不平，满脸涨红。我却微笑着接过帕子：“多谢侯爷。”见我神色如常，他像是急于辩解，神色有些慌乱。这次接月娘回来是母亲的意思，并非我专门去接她。她从小身子变弱，路上又病了一场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难免着急了些，怕你怠慢了她落人口舌。我知道你作为武安侯夫人，在家打理侯府极辛苦，我心里都知道你的好。她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似是在安抚我。过2日是元宵灯节，我陪你去看灯可好？这样赏赐般的语气实在让人生厌，我强忍心中不快，轻轻点了点头：“好啊，妾身很久没赏过花灯了。”他转身吩咐丫鬟：“我今晚睡在书房，有些事还没处理好，便不吵着夫人歇息了。”顾其安走后，云儿满脸愤懑，眼泪都快气得掉出来。“夫人，侯爷这样岂不是打你的脸？他半年不归，回来带着大夫人不算，还这般对你。”我摇头：“不必在意。经历过一世的背叛，我的心早就死透了。”次日，侯爷上朝去了，我带着丫鬟去给母亲请安。
路过后花园，却听得有人哭。我绕过花木，看到后面坐着的人，居然是林如月和她的丫鬟月儿。丫鬟的声音担忧不已，劝慰道：“夫人，你别哭了，侯爷不是故意不来看你的。你看二夫人为难你，侯爷不是帮你说话了吗？就凭他也想越过夫人去吗？”林如月娇弱地抽泣着：“你别说了，我知道她才是侯爷夫人，我算什么呢？不过是一个死了丈夫的苦命女人。”丫鬟月儿压低声音，语气却是愤慨得很。可是本来小姐喜欢看中的是二公子，是老爷将你许了大公子，说大公子会继承侯府。可是谁知道大公子居然才成亲几年便没了，苦了小姐花容月貌，年纪轻轻便守了寡。林如月低泣：“不过是我命苦罢了，别说了。”月儿又道：“可是侯爷这么喜欢小姐，他说过会一辈子照顾小姐的。他不是答应了会想办法？你看昨夜侯爷不是睡在书房吗？你们情投意合，他答应过你不碰那个什么，就真的没与他同房。”闻此言语，我走上前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：“情投意合？那你可知你们这情投意合向来是不能摆在明面说的。小叔子与寡嫂全然不顾市井流言蜚语，屡屡私下见面，将我这正室夫人置于何地？眼里可还有这后父的纲常礼教？”林如月闻言，身子一颤，面上露出惊惶之色，嗫嚅道：“弟妹，你莫要误会了，我误会。”我向前逼近一步，目光如炬，我耳聪目明，可不是那顾其安，你也不必在此惺惺作态，摆出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身为女子，当知礼义廉耻，更何况你还是这侯府大夫人，这般自私行径，令侯府蒙羞。林如月咬着下唇，泪水夺眶而出：“弟妹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”我心中厌烦，不想再多做纠缠，转身离去。到母亲房内问安时，老夫人拉着我的手，缓缓开口：“婉娘，我知你近日受了不少委屈，你且听母亲一言。咱们侯府世代簪缨，一举一动皆被旁人看在眼里。你既身为侯府当家主母，万事需顾全大局，以府中颜面为重。我敢保证你在侯府的地位不会被撼动。至于齐安那边，我也会去说道。”老夫人声音虽温和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听及此，我便知刚才花园那一幕被下人传到了老夫人耳中。我垂眸应道：“母亲放心，我都懂的。”傍时，我吩咐下人端着鸽子汤走进清风院，林如月正坐在树下抚琴。见我进来，她连忙起身：“弟妹来了。”丝毫不受早上之事的影响。我一笑着回道：“我今日叫人炖了鸽子汤，给嫂嫂补身子。”丫鬟接过汤放在桌上，桌上还放着一盅燕窝。林如月见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莞尔道：“这是齐安早上叫人送来的血燕，以前在江南，他也是日日叫人送来给我喝，我都说别送了，我现在也不爱喝。”月儿在一旁接话道：“夫人每天早晨起床便会咳2声，侯爷听见了，便日日要我们盯着夫人喝，夫人也该体谅侯爷的一片心才是。”言语之间尽是挑衅与炫耀。血燕，呵，如此金贵之物，每日食用，1个月就得几百两银子，顾其安真是好大手笔。我低头一笑：“到底嫂嫂比不得别人，夫君对你自然是不一样的。血燕这般金贵的东西，补身子极好。半年前，我为了给母亲炖一碗莲子羹，在摘莲蓬时不慎落入壶中，受了风寒后一直咳个不停。大夫说最好每天1盏燕窝调养身体。”顾其安听了却说：“每日燕窝养着？这侯府最近几年也不如以前，哪里还有这笔闲钱？对自己妻子是没有闲钱买燕窝，对嫂子却是每日血燕的养着。”我心中苦涩，别过头去，却看到顾其安正愣在院子门口，想必是一下朝便来了这里。我们的话他听了个全部。他看着我，正要说什么，我却不想听。侯爷爷来看嫂子，正好我要走了，你陪嫂嫂说会话吧，我还有事忙。他猛地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婉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月娘自小身子虚，可疾一直不好，我才……”我打断他的话，语气冰冷：“侯爷做事无需解释给妾身听，毕竟对嫂嫂好是应该的。”说完，我用力挣脱他的手，转身离去。顾其安急忙追过来，这时身后传来丫鬟的惊叫声：“夫人，
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叫大夫啊！顾其安停下脚步，满是惊慌，转回去扶着林如月。月娘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拿帖子请太医来。林如月病了，侯爷连上朝都告了假，日日在清风院守着。这消息传出去后，母亲沉默了许久，随后将顾其安叫去，严厉斥责了一番。第二天，顾其安就上朝了，而林如月的病也奇迹般的好了。我在梧桐院得知此事，只笑了笑。这高门大院最忌讳的便是这种丑事。他们二人想在一起，却从未想过小叔子有正妻，想娶寡嫂，这简直是灭门的丑闻，婆婆又怎会允许？我辗转思量，终是提笔蘸墨，修书一封，寄予远在边关戍守的爹娘。降树侯也心中所属另有其人，我自不愿在于侯府中蹉跎岁月，亦不想与侯爷再有纠葛，以免损了将军府的清誉与体面。我会寻机脱身，待安稳之后，再将行旨告知爹娘。将书信交付与儿后，我便着手收拾细软，将银票悉心收起，藏于贴身之处，以备日后不时之需。元宵节很快便到了，顾其安曾答应陪我赏灯。临出门，我却发现马车上还坐着林如月。她今日难得穿了一件天青色的衣裙，外披一件白狐披风，那是我库房里的陪嫁。顾其安见我愣住，解释道：月娘不喜欢穿别的颜色。我看你库房里有这白狐披风，你也不喜欢穿，我拿出来给月娘了。她大概早已忘却，这件白狐披风是订婚时她亲自猎的白狐所制。我视若珍宝，特意做成披风，因为太过珍贵，我平时很少舍得穿，如今却这样披在了林如月身上。林如月仿若空谷幽兰，拿着帕子捂着嘴轻咳了几声，假意要脱下披风。我不知是弟妹的东西，我现在马上脱下来。我按住她的手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。嫂嫂，不必客气，这是齐安猎的白狐做的，穿在嫂嫂身上也是应该的。顾齐安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似是察觉到我今日的不同寻常，一时有些呆愣，想要解释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林如月将手中的帕子随意往旁边一扔，打开马车上的小箱，又抽出一条。我定睛一看，箱子里满满当当十几条手帕，竟和顾齐安送我的江南绣帕一模一样。我曾经当宝贝一样珍藏着的东西，如今看来不过是别人随手丢弃的小物件罢了。我闭上眼，天黑了，赏灯开始了，走吧。赏灯的人潮如织，摩肩接踵。顾齐安跟在我们身后，我和林如月在前面赏着灯，倒是很有些意思。顾齐安突然递过一只灯笼给我，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兔子灯笼。婉娘，这个给你，你向来喜欢这样的。我浅笑道：多谢夫君。林如月一展颜，看二弟和弟妹感情这样好，我这做嫂嫂的也为你高兴。以前也有人会为我买我喜欢的花灯。言罢，神色间满是落寞。顾齐安忙道：这个摊子没有你喜欢的兰花灯，我看前面有，到前面给你买。说着一起和林如月并肩前行。突然前面一片骚乱，有人呼喊：着火了，快跑啊！人朝着后面涌过来，我们避之不及，林如月整个人向后倾倒，重重跌坐在地上。顾齐安急忙将她抱住，唤道：月娘。林如月捂着腹部，蹙眉道：齐安，我肚子疼。顾齐安抱起她，飞快地往巷子后奔去，叫下人喊道：赶紧拦着后面作乱的人，别挡着路，马上回府。我被人群挤到墙边，险些摔倒，雨儿拼命护着我。我大声叫道：夫君救我！却发现他头也不回，抱着林如月转瞬便没了踪影。众人相互推搡，哭喊声此起彼伏，不乏有人趁机作乱，抢夺财物，甚至连夫人小姐头上身上的首饰也不放过。火势蔓延，照亮半条街巷。我与云儿拼尽全力，方才逃至巷子口停放马车之处，却见侯府的马车与众人皆已不见。他忘记了自己上有一个妻子在街上被人冲撞，也有性命之忧。他心里眼里唯有林如月一人。我蓦然停下脚步，迎着京城的雪意，转身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云儿紧跟我：夫人去哪？我失去眼泪，日后我不再是武安侯夫人了，你可还要跟着我？云儿愣了一下，旋即点头：小姐去往何处，云儿便去往何处。我低声吩咐云儿：
找机会把武安侯为救兄嫂抛弃发妻这个消息散发出去。云儿眼睛一亮，百姓们饭后茶余可最爱谈论大宅院后的事了。武安侯府内，老夫人面色阴沉，怒视顾其安：婉娘乃你发妻，你却将她弃于危险，抱着月娘回来。如今全京城皆知武安侯对寡嫂有情有义，你可真是好本事。婉娘一介弱女子，你把她独自丢在乱民之中，竟未留一名护卫。一夜过去，人也未找到。顾其安，我问你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你可曾想过，若婉娘出事，你如何向沈家交代？府中众多婆子丫鬟，何人抱不得她，偏要你亲自抱回，当真是有情有义。偏巧抱回时，她还搂着你的脖颈，又被巡防之人撞见。今日清晨，连街头卖豆腐的小贩都知晓你武安侯与寡嫂之事。顾其安忙解释，月娘摔倒，我一时心急，便抱着她先回府了。她当时疼得脸色惨白，娘你是知道的，月娘身子向来孱弱。老夫人厉声呵斥，自齐风去世后，她身子便一直欠佳，日日以血燕滋补，各类补药不断，比我这老妇人还娇贵，摔一跤便有性命之忧。如今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的是你武安侯的正妻，你可曾担忧？可曾去寻觅？顾其安辩解道：我已吩咐下人去寻婉娘了，定能将她找回来。恰在此时，有下人跌撞着冲进来：侯爷，大事不好！刚才派去寻夫人的婆子回来禀报，在昨日走散的巷子里找到了夫人的手帕，河边还有一只夫人的绣鞋，上面染着血迹，夫人怕是凶多吉少。说完，捧着找到的东西呈上来。母亲听闻，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，悲呼：我的娃儿啊！顾其安不敢置信地望着放在地上带血的鞋和手帕，颤抖着手欲拿起来，却浑身发软，根本使不上力。怎会是掉进了河里？人怎会就这样没了？顾其安连退几步，喃喃自语：怎么可能？他还带着丫鬟，我本想着回头就去接他，怎么可能人没了？我院子里的嬷嬷扑过去，抱着地上的鞋子，痛哭道：小姐，我的小姐啊！继而恨恨地抬头看向顾其安。侯爷想着回头去接我家小姐，可侯爷却在大夫人院子里待了整整一夜。我家小姐下落不明，好一个武安侯！我家小姐若有不测，我定将你们武安侯府的丑事传遍全京城。叔嫂不清，瓜田李下，日日在嫂嫂的院子待着，从早到晚的请安侍候汤药，却对自己夫人不闻不问。如果侯爷想另娶他人，为何不明说？非要将我家小姐害死了，好让那些人得利益。我家小姐好好的跟着出门，怎就那么巧摔了？为何侯爷带出去2人，偏偏只回来1个？要是侯爷不把我家小姐找回来，我便是拼了命也要将侯爷告到官府去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清风院的下人来报：侯爷，我们夫人有些不对劲，还请侯爷快去看看吧。嬷嬷啐了一口：呸！他天天借着身子不是缠着侯爷，不要脸！我倒要看看他这侯府大夫人把我家小姐害死之后，如今还要怎样？老夫人呵斥道：如今侯夫人尚未寻回，你家夫人不妥就找大夫，找侯爷作甚？他是会看诊吗？那小丫头语带哭意：老夫人，大夫人好像在出血，婆子说像是小产了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清风院里，林如月捂着肚子痛哭翻滚：侯爷呢？为何还没来？我的肚子好疼啊！老夫人面色冰冷，站在院中，府医满头大汗，回禀道：老夫人，大夫人已有身孕2个月了。顾其安跪在院中，不停磕头：母亲，皆是孩儿的错，与月娘无关，是孩儿情不自禁，强迫了她。屋子里的呻吟声不断传来：其安救我！我的嬷嬷狠狠瞪着侯爷，我说怎么我家小姐就这么没了性命？原来侯爷和自家嫂嫂都做下这等事，害死我家小姐，好娶了别人吧。我苦命的小姐啊，我要告诉我家将军，给我家小姐做主啊！老夫人按住嬷嬷，我必给婉娘一个交代，给沈家一个交代。转身吩咐大夫开一副落胎药，浓浓的煎了，给大夫人喝下去。封了院门，此事不许外传，若要让我听到一丝风声，你们都别想活。顾其安跪在地上哀求道：娘，那是孩儿的亲骨肉，
是你的亲孙儿啊！啪一个耳光打在他身上，混账！我武安侯府就算绝了后，也绝不能留这个孩子。来人，将侯爷拖到祠堂跪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起来。将要给大夫人喝了，一滴都不许剩。林如月被强行灌下落胎药，哭叫声在清风院响了一夜。清晨，清风院内端出一盆盆血水，林如月的胎落了。老夫人站在她床前，无视满屋的血腥之气，冷冷看着脸色苍白的她。林如月可怜兮兮地流着眼泪，母亲。老夫人厉声道：你如今有2条路可选，其一，你入家庙吃斋念佛，从今往后，你还是顾其峰的妻子，武安侯的大夫人。顾其安从祠堂出来，跪在老夫人面前，母亲，月娘不能去家庙，她的身子如何受得了？母亲，为何不能成全我和月娘？你知道我们3人自幼一起长大，我原本想娶的一直是她，如今婉娘也不在了，为何母亲不能让我娶她？老夫人失望地看着她，她是你的嫂嫂，这等丑闻，我武安侯府承受不起。还有第2条路，你回林家，不再是我武安侯府的大夫人，过个1年半载，改名换姓，以妾室身份纳进府中。但是你从此不能抛头露面，只能永远居于内院。在进侯府为妾前，你必须喝下蕨子汤，你不能生下侯府的子嗣，我不能拿侯府的名声和前途来做赌。林如月面如土灰，家庙和不能见光的妾，便是她今后的命运。1个月后，林如月回了林家。后来，从此再无人知晓她的去向，林家只说她嫁到极远的地方去了。半年后，武安侯纳了一名妾室。夜里，一顶粉红小轿抬进侯府，既无喜宴，也无人庆祝，更无人知晓这妾室究竟是谁，只知她身居后院，连门都不出。而我带着允儿离开京城后，去了西南的一个小镇。幼时曾与双亲在此生活过一段时日，这里四季如春，繁花似锦，民风淳朴，女子抛头露面亦无人指责。定居后，我用身上带的银票和首饰租下一个小院，允儿厨艺精湛，在这里正好派上了用场。我们开了一家小小的馄饨铺子，只在清晨售卖早餐，午间便收摊。慢慢的，我们的铺子有了盈利，我们俩以姐妹相称，在小镇上真正的定居下来。我给边关的双亲去了一封信，告诉他们缘由。京城武安侯里的武安侯夫人已经死了，而活在西南小镇的是一个新丧夫的女子沈婉。爹娘很快回信，写到当初收到我的来信，很是愧疚，没有给我找到好夫婿，让我吃了这么多苦。他们默认了我的行径，母亲只担心我这样以后无法嫁人，父亲却说只要婉儿能得欢颜，嫁不嫁人有何要紧。但武安侯府实在欺人太甚，这公道我定要为婉儿讨回来。信中还提及，他们已去信给嬷嬷，让她将所有的嫁妆和留在侯府的东西尽数带来，断不能让侯府占便宜。2月之后，嬷嬷按照爹娘给的地址寻来，拍着我的后背，气声道：小姐吓死嬷嬷了，便是躲起来，也该告知嬷嬷一声啊。差点我就和他们拼了，我还准备去边关找老爷和夫人，让他们给你报仇呢。我眼眶一热，抬手轻拍嬷嬷，温声道：好嬷嬷，莫要忧心。事发太过突然，我实在是来不及告知您。您瞧，如今我这小日子过得自在又惬意。嬷嬷抬手轻轻为我拭去眼角的泪，又惊又喜道：小姐，您可有所不知，那武安侯近来在朝堂上可是屡屡碰壁，诸事不顺。该是老爷暗中使力，联合朝中大臣弹劾他，让他在皇上面前失了宠信，丢了不少脸面呢。我对顾其安早已没了感情，只是让爹娘担忧了。好在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这一事终是如愿了。此地距京城千里之遥，无人知晓我是谁，我过得十分惬意。每日卖完馄饨，便在院中种花赏景，或是去小镇旁的湖边泛舟游乐。直到第2年，有一对从京城来的商队在我铺中用餐，席间聊起京城旧事。那武安侯夫人就这么没了。那可不，听说尸体都没找回来呢。后来很多人给武安侯说亲，他都没娶，只纳了个妾。我有个表亲在侯府做长工，说那个妾疯疯癫癫的，也不知是这侯府内藏着什么烟杂事儿，把个好端端的人逼成这般模样。
那侯夫人呐，武安侯还坚持一直叫人在外面寻着呢，倒像是痴情的。我闻言皱眉，我既已死去，顾其安与林如月正好可以在一起，他苦苦寻我作甚？然而我的心中却忐忑不安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这日，我和媛儿打开铺子，门口站着一人，我瞬间愣住，竟是顾其安。他见了我，眼里都是惊喜，上来抵住我要关上的门。婉娘，你没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原来有人途经小镇见过我，回京城看到武安侯寻人贴的画像，为了赏银，告诉了侯府在边陲小镇见到与侯夫人相像的我。顾其安带人寻来，果真将我找到。我看着他，侯爷，何必再寻？你已和心上人在一起，不是吗？月娘是你心心念念想娶的人，我并非你所喜，为何要抓着我不放？顾其安摇着头，神色黯然。婉娘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并未想过要和你分开，也未想过让人取代你的位置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嘲讽。侯爷，我们夫妻数年，相聚时日不多，你在江南与月娘相处的日子，想必更快活些吧，否则也不会让她怀了你的孩子。你本就想娶她，只不过天意弄人，她许配给了你的兄长，你们这对有情人不得不分离。如今无人挡在你们中间，为何要苦苦找我这个阻碍之人？何不放妾身一条生路？顾其安抓着我的胳膊解释道：婉娘，那孩子是个意外，是月娘心中苦闷，醉酒后一直缠着我，我脱不开身才……可是孩子也未生下来，我武安侯府的继承人只能是你所出。我掰开他的手，一字一顿，若当初你对我尚有一丝情意，我们也不至走到这一步。我离开是因为对你太过失望，生死攸关之际，我才明白我并非你的第一选择，甚至你连头都未曾回，从未想过我会有性命之忧，也未曾回头看我一眼。若不是我命大，沈婉儿已死在了去年的元宵灯节上。顾其安，是你亲手放弃我的，从那晚起，我就不再是你的妻子了。我拿出早就写好却一直带在身上的和离书，递了过去。侯爷，如果你还有一丝愧意，就签了它。顾其安眼眶泛红，低着头。我一直以为未能娶到月娘是天意，加之兄长早逝，他孤苦伶仃，我心疼他无人依靠，念及自幼的情分，便想照顾他。自幼照顾他已成习惯，凡事皆先顾着他的心意，委屈了你。我如今知晓，我是在乎你的，婉娘。月娘不会对你构成任何威胁，她只是一个妾，而且喝了绝子汤，不能有子嗣，不能出府，只是一个被困在后院的小妾。只要你愿意回府，婉娘，我们的孩子会是武安侯府的继承人。我打断他的话，侯爷，我们已再无可能，这些事都过去了，不必再说。我不会与你回京城，你签了这张和离书，咱们从此再无瓜葛。他看着我，如果我不愿意和离呢？我盯着他，冷笑道：你知不知道，在你从江南带回林如月的第二天，我便知晓了你和他的事。你还答应他不会与我同房，会想办法娶她进门。那时我便明白，你早已不是我的夫君。从那日起，我便验透了你，决心离开你。侯爷，何不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？我在此处，无需每日盼着丈夫归家，也不必担忧他钟情他人，我自己过得很好，比做侯夫人时好太多。日后，请侯爷莫要再来。若你来，我便会离开此地，去往另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。顾其安在小镇逗留了半月，每日来铺子坐着，吃一碗馄饨。他只是坐在桌旁，看着我招呼客人，看着我熟练的煮馄饨，看着我与熟悉的客人交谈，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。最终，云儿忍不住了，拿着扫帚在他脚下扫来扫去。侯爷，小姐当初在侯府受尽苦楚，你每日只牵挂着别的女人，可曾想过小姐如何自处？府里人如何说闲话？林如月又是如何为难她？如今你还来纠缠小姐做什么？你不是想和那个林如月在一起吗？现在小姐撑了你心，何必假惺惺的来做不舍？现在知道后悔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小姐如今过得很开心，侯爷就别把小姐拖进你家的火坑里了，还不够恶心人的。你当初抱着林如月走，把小姐丢在乱象中的时候，
怎么没想着他会没命？侯爷，世上可没有后悔药。你想用武安侯府的名誉赌吗？那林如月如今就在你后宅，无人知晓吧？你娶了自家嫂子的事，如果传扬出去，你说会如何？顾其安在女儿的话语中面如死灰。第二天，他来找我，带着签好的和离书，还有一盒银票。你孤身一人，留着这些防身也好。你留在侯府的东西，你随时可派人来取。日后多保重，如果有要我帮忙之处，随时去信武安侯府。我接下了和离书和银票，毕竟钱不嫌多，我一个弱女子，多些钱防身也是好事。有了嬷嬷的帮助，馄饨铺子生意越来越好。我还雇了几人帮忙，只需偶尔去照看一下。平日里闲暇时便绣花、游山玩水，真正过上我向往的生活。我再一次知道顾其安的消息，是与他和离后第4年。路过的商队在吃酒时聊起，武安侯顾其安战死了。南楚边境来犯，他自请带兵出征。在最后一战时，他死守在了城关，护住了城中的上万百姓，却被敌军弓箭手的最后一箭射中，死在城楼上。武安侯没有子嗣，老夫人也在2年前离世，后院只剩下一个林如月。但是武安侯在出征前留了遗言，将侯府的银钱全部捐给善堂，让无家可归的人有处可依。遗言中还交代，武安侯府的妾室在他死后去家庙吃斋念佛，赎罪祈福。林如月接到武安侯战死的消息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当他听闻顾其安为他安排的归宿时，在后院痛哭流涕。若他还是武安侯府的大夫人，便能光明正大地留在侯府，可如今他只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妾。带着武安侯遗骸回来的副将说，侯爷临终之际只念叨着一句话：婉娘，若有来世，我们还做夫妻可好？副将不知婉娘是哪位女子的闺阁之名，心忖侯爷并无正式妻室，想来或许是后院那位妾吧。林如月闻此言语，在府中仰天大笑。顾其安，想不到你最后记挂的人居然是沈婉，哈哈。言罢，又悲痛大哭一场。夜里，他穿着入府时的那套嫁衣，在清风院悬梁自尽，香消玉殒。我听到顾其安最后的遗言时，只淡淡一笑，心中念道：顾其安，若有来世，我与你永不相见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